身为一个拍美食这么多年的人，很常听到有人分享说士东市场超级好吃，但我从来没有来过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解锁我存在口袋名单已久的这些店家究竟味道是怎么样，也顺便呢带大家来逛一下士东市场，是不是真的如传闻所说这么的漂亮跟干净呢？我们就一起来逛一下吧。我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是煞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士东市场呢，号称全台北最干净，而且是第一个有冷气的市场。里面的价位虽然偏贵呢，但听说非常的好逛。我刚刚已经看到好几个那个外国人走出来，我想，不愧是天母地区很多外国人。哎呦，好兴奋！嗨。你认识我吗？我是芊芊哦。哎呀，认识，本人很可爱哦。哎呀，你说什么？我就在你旁边，你怎么可以夸奖别的女？刚刚没有录到，有人说芊本人很漂亮，可恶没有录到，不是我自己做梦梦到的哦。啊，有可能。哇，一楼，哇，有一种国外逛市场的感觉，好干净哦。哇，还有花店。真正是有够浪漫。137寻找米粉汤，哇，找不到，好大。哎呦，好像看到了哦。来，我们第一间来到士东市场的137米粉汤，不愧是最多人介绍，在那个新闻媒体上超多的。我们11点来，等了20几分钟之后才入座，人真的超级多。然后点了它米粉汤跟它的米苔目，还有一个阳春面，然后跟猪心、嘴边肉，然后跟豆腐，就大家最推荐我都试，我就刚好来解锁一下大家都会讨论的究竟味道是怎么样。先试一下这个阳春面，它是这种细的圆面。哇，它的阳春面是我喜欢的味道，淡雅系的那一种，有带一点那种鲜甜味，然后喝下去的时候完全不会卡你喉咙。面条很好吃，中间还是带有点腥，就咬下去会有点阻碍感的那种，然后外面是带 Q 的，这碗好吃。虽然大家都会觉得朴实无华好像不是夸奖，但它对我来说就是朴实无华的味道，越简单的东西越难。而且它油葱酥好香，它加了超多，可是完全没有那种油臭味。哇！我来吃看米苔目，看这个肥肥的米苔目。等一下我会怕。汤头差不多，然后它的米苔目。咬起来有一点点像韩国的年糕，它这个就是那种软感比较重的。我来吃看这个米粉汤，我非常的喜欢喝米粉汤，然后它是粗的那种类型，它的肉的鲜甜味非常够，而且它是有点那种乳白色的汤头。我本来在想说两个味道应该差不多，可是这个肉的甜味再更明显一点，好吃。而且它米粉是带有点脆感的，看出来它很脆吗？我还是最喜欢阳春面的，就是长在我喜好上。加一点点胡椒试试。哦，再加一点胡椒，层次感就过来了。这是它的嘴边肉。我们重来，第一名是小菜。它的嘴边肉啊，它有它的弹性在，然后它煮得很透进去，可是它又不会柴，嫩感很 Q， 然后肉的香甜味都还在，而且它煮的那个透啊，不是软软，是有口感的那一种，你就摇一摇，那个甜味就会一直炸出来。哇，我的标配可能是阳春面配小菜，猪心。熟度刚刚好，哇，早上来一碗，很疗愈耶。小菜低，这一部应该要冬天来拍的，因为现在有点微热吃，还是会觉得很疗愈，但冬天吃应该会炸到不行。哇，它辣酱看起来很赞呢，辣酱很香，真的会辣，有刺激的那一种，可是是有厚度的。辣酱请斟酌加。油豆腐，哎呦。
是它嫩到很像蒸蛋，然后再配上外面的那个皮，哇，很好吃哎。然后大家口味上如果比较重的话，就是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算厚实有层次感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。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啊？我喜欢这间。还好有来拍，因为我本来在想说今天这么受欢迎，感觉不一定要来吃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我今天是要解锁天母人的贵妇市场，对，还是要来吃吃看吧。满身是汗。我有一个准则，如果那一间店有卖很多内脏类的，就类似这种黑白切的，那一间的汤一定都会蛮好喝的，因为就会有肉的鲜甜味。我觉得准确度算蛮高的，大概有70%吧。好大一碗。看出我现在整个人在流汗吗？穿什么毛衣啊？我真的是很疯。我觉得这间很有名，我就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所有的细节都有做到位了。这间其实是如果我住附近的话，我可能会蛮常来吃，因为我觉得早上来一碗有种开机的感觉。但因为它要排队，所以我自己私心的前3名，喜欢猪心，然后油豆腐跟它的阳春面。它的米粉汤我也喜欢，然后我觉得它的阳春面跟米苔目大家可以择一。如果它的阳春面大家上桌要赶快吃，外 Q 内有点阻碍感的那种口感跟面香啊，它其实在里面稍微再泡一下，就会有点开始煮软。那我们接下来进到我们的下一间了。我们经过了重重的人潮，人真的超级多。大家如果要来吃，真的一定要早一点来。我们现在穿梭在市场中，啊，摊子在前面啊，好面子，我们过头了。摊子在这。你们说你们想吃肉丝面，好，肉丝面。那我们就点4碗，一人。笔都断了，吓到了。我们先来喝一杯咖啡。刚在2姐的店聊了个天，又点了一个热咖啡，感觉很好。2姐很时髦，她说她那间店开了31年。31年吗？刚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。我女儿超爱看你。你女儿品味很好。哦，是哦。对，谢谢。来了3碗面，好臭。它有一点神奇，是它这间臭鲜干面非常的受欢迎，然后理论上应该味道会很重，可是其实我们刚走过来没有闻到什么臭豆腐的味道，哎，为什么啊？然后我点了3碗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因为我真的都很想吃吃看，所以呢，我就对了，就是一时失手。这一碗它是香根牛肉末拌面，这一碗算是比较少人提到的，其他都是剁椒跟臭盖。但是呢，有人说他来这里吃了很多次，第1名是这一碗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哇，你看这个牛肉末跟那个香菜根，他说要周边要淋上这个醋才会好吃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。OK， 拌一下。哇哦，好香，也是圆面，然后比刚刚的那个细面再稍微粗一点点。吹一吹肉末分出去。哇，它的醋超香。哇，好想要自备香菜再多撒一些。它这个牛肉末是那种有点打汤，哎，它的面条啊 ，Q 弹的刚刚好，咬起来超香，而且淋上这个醋啊，厚实度跟层次感就出来了。我觉得它面吃起来有一点点饭店水准，但是呢，一定要吃到香菜，因为香菜它的那个香气配上那个牛肉末，哇，很棒哎！而且它肉末怎么这么多？还好有点它就是那种你吃下去第一口就还不错，然后结果就越吃越刷嘴。好想问他醋是买哪一家的？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剁椒肉酱面。我跟你讲，刚刚2姐问说我点了什么的时候，我跟她说我点了这几样，她就哎呦很会点。可是她第2句是啊，不过它都是辣的，我吃不了。2姐，那你为什么哎呦？哎呦，这看起来很辣哎。哦，它的面条真的好好吃，就感觉跟刚刚也是同一个面条，是有点像手打面那种感觉，可是它是圆的。好臭，我想往这边飘。哇，好辣！我觉得喜欢辣的人一定会喜欢吃这一碗。它也确实辣酱的味道蛮重的，就是嘴巴里面会有点刺感，可是它不是很强烈的那一种。然后香咸度也很够，它的这个肉末啊，是还让你吃得到它的那个肉本身那种甜味，所以你它配上那个面条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刚刚好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面条很会扒酱，你看这样子就裹得很均匀，然后完全不会水水的，蛮赞的。难怪大家会推这个。对我来说，其实有一点点小辣，可是它很香。哇，这个要加，可以带回家吗？
很香，然后又不会到太酸，厚度又够。它刚牛肉说要加嘛，你那个剁椒面也加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因为它把原本有点锐利的感觉收的再圆一点。哇，做好好吃，想买耶！它面条也好好吃哦，也想买。你来吃得下吗？哦，我女儿叫我一定要给你吃我的心力蛋。谢谢二姐。不会，这个也是我的招牌。哦，好，刚刚二姐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早餐，谢谢二姐，二姐的爱。它很好吃哎，它很像那种台中或者高雄那种很知名的早餐店，但它细节度很高，因为它外面的吐司啊烤得非常的酥脆，可它里面呢没有透过去，所以它还有带点湿润感。然后它的蛋有煎到恰恰，然后再配上它里面的那个起司跟火腿，还有菇菇，再配上它的咖啡，而且它美乃滋给的很多，好好吃。我好像可以点10个来吃。好喝！大家来这里可以跟着我这样吃，然后就会超饱。我们要来味道比较重的这一碗臭鲜盖饭呢，这是刚刚看每个人桌上都一定会有的一碗，给它拌一下。哇，它的料很丰盛哎，它还有这个红萝卜，然后还有豆子，怎么有种三色豆巨大版的错觉？哇，这要怎么办呢？先来吃一下臭豆腐。哇，好神奇！它的臭豆腐很好吃哎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们真的各夹一个。来，我与你们分享，为什么它立刻分享给大家，一定要吃吃看。它的臭豆腐发酵味道很明显，它其实口感稍微再扎实一点点，没有那么的嫩，可是它很好吃，而且闻起来臭，可是它比较像是淡雅系的臭豆腐，好吃啊！它的那个面条条路就比较还好一点，可是它臭豆腐本身我很喜欢。怎么会有办法有香？可是它没有到真的臭。我觉得我下次来应该会点香根牛肉末班面，然后臭鲜炒手，因为我没有吃过它的炒手，然后刚刚二姐蛮推，就会想要试试看。它其实剁椒肉班面也很好吃，可对我来说口味上稍微比较重一点点。不过如果你本身喜欢吃重口味，喜欢吃辣，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辣非常的有层次感，而且呢，我很喜欢它这个醋，拜托大家来的时候请一定要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吃着吃着呢，也可以在对面的二姐点个早餐，再喝一杯咖啡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在市场内这样子吃，本来会想说其他的味道会不会很重，或者是那种热气，结果完全不会，感觉蛮好的。有一里咱那老香啊！大家如果是要来找二姐吃早餐的话，要记得早一点来，因为二姐有几粒不是，因为二姐她很早就卖完了。哇，真的。它超大碗，你看它的汤匙，然后叫辉哥呢。我现在来到这间是岳家小馆，那时候会选这间是因为我非常的想要吃它的红豆锅饼，但他说现在没有做了。红豆锅饼呢？我很伤心，但是我点了它的那个馄饨汤面，很多人说它的馄饨非常好吃，所以我就来试试看。然后它的馄饨汤面呢，蛮酷，它上面还有蛋丝哎，然后青菜、海苔，然后哇。怎么会有这么大颗的馄饨呢 ？Very big。牛肉很香甜，那它皮还蛮薄的，怎么会这么大碗？然后它馄饨真的蛮好吃的，然后里面的虾子就正常 size。它对面有一个卖便当的眷村宝宝家常菜饭，它上面写着"人因梦想而伟大，但也要吃饭才会长大"。我感受到，哇，好大！比较家常的味道，刚刚看到蛮多上班族会点这种类型。我来试试看煎肉口味的炒手。吃完了这一间岳家小馆，我觉得整体而言，它的馄饨真的很大颗，然后它的皮还蛮好吃，内馅的那个猪肉也不会有膻味，咬起来口感还不错。如果是我下次来的话，我可能会纯粹点它的馄饨面啊，好想吃看它的红豆锅饼，可惜没有。好，下一家。来哦，现在回到家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又买了2间八清炒卤跟在外面的川珍蒲烧鳗鱼，因为这2间呢都是外带店，所以就干脆买回家来吃。这里面还有卤汁，不小心就是给它有点买太多了。川珍蒲烧鳗的话，它是现场称重，我买了白烧跟它的蒲烧。我的衣服啊！嘿，我又出现了。哇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我的妈呀！然后这个是烧鹅，烧鹅买了1/4只，超多。哇，这个标本一定很棒。
哇，我倒的真丑。这个是他说可以配饭的，大家都说这芝士精。这是蒜头哎，哦，蒲烧看起来也是很漂亮。终于摆盘完了，我们来吃八青炒卤。据说老板是在潮州学的，所以我们就来吃看。但首先先来吃这个鹅肉呗。我倒出来怎么会倒这么丑？我其实蛮少吃鹅肉，因为鹅肉虽然比较肥，但是通常都会比较润，我有点紧张。我沾一下它的酱。它这个口感是扎实的，可是它不会干，咬一咬之后，那个鹅肉的甜味会一直出来，配着它本身的那个油脂味，可是有点药材的那种清香味，还蛮好吃的，而且很好咬。加分！哇，这个我会回购。它是怎么把它的皮处理到你吃得到它油脂香，又咬一咬之后它就会消失的？我吃它的豆皮，它厚豆皮也很受欢迎。豆皮本身的香味很够，它保有豆皮本身的那种豆香味，带一点点咸味，而且它里面的口感很嫩。豆皮一层一层咬下去的时候，还会有一点汁跑出来，就很 juicy， 好吃哎，喜欢。然后它真的有一点带甜味，很下饭呢。哇，难怪它很早就卖完了，只可惜我把它摆盘用得很丑，拍照也超丑。吃干这是鹅杂，它有配酸菜心。我的心破了一个洞，真的有个洞，沾一点点。酸菜好好吃，心肝宝贝干。哇，油脂感很重，可是我觉得它有点神奇，是你不会觉得恶心。可是它其实切的蛮大片，但它那个车感跟它的油脂感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会让你有点shock， 整个充满你嘴巴，油脂厚重感没有那么的明显。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酱的关系，还是酸菜的关系？来哦，鹅胗。这种冷盘是不是担心会冷？不会，很好咬，有带 Q 度的那种 ，Q 软嫩。来试看鹅血，这是老板大力推荐的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还不错，这样 OK。我自己吃，因为我对鹅血、鸭血这种类型比较不了解，所以对我来说是 OK 的。然后它其实煮得很入味，所以你咬的时候，卤汁的味道有渗透进去的那一种。而且我觉得它咸度都不会太高哎。因为你住市中市场附近，这个如果外带晚上看球赛多棒！我现在这画面好像在开直播。接下来这间是川珍鳗鱼，它其实不在狮童市场里面。为什么今天特别去吃它？是因为我想吃这间很久。这间呢，我存在口袋名单，从它还没有开始有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到我朋友开箱，我就觉得好想吃吃看，所以今天终于来试了。白烧跟这两个加起来的话，600多块。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单点，我喜欢有点带酥脆感的那种，好怕它有刺哦，怎么办？我已经看到刺了，因为我不喜欢有刺的鳗鱼。而且它的鳗鱼啊，你有发现它其实厚度算蛮厚的吗？你有看到刺吗？虽然看得到它的刺，可是它的刺是可以咬的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刺算处理的蛮好，是因为我之前那阴影真的太重了，那一间它的那个刺感不夸张，就是那个洗碗的那个最刺的那一块，可是你又没办法把它拔掉，所以那边一直划你的那个整个口腔，然后就很不舒服。可是它这个鳗鱼啊，它的看得到刺，可是你吃下去它其实是软的，所以你直接吃，其实你感觉不到有刺，而且它的鳗鱼本身的甜味很够，然后因为它厚度很高，所以你吃起来有点绵绵甜甜松松的。而且我很喜欢那个鳗鱼，有点带油脂香，鱼的那种油脂香真的是好喜欢，蛮好吃的。为什么它可以吃到看得到刺，可吃起来没有啊？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吗？因为白烧啊，基本上调味没有到很重嘛，就是简单的调味的那一种，所以呢吃起来那个甜感、咸味又更高了。但我们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吃，配一口饭。我还蛮喜欢韩国，他们有一间蛮有名的那个鳗鱼饭，蛮多台湾人会去吃的。然后我去吃的时候，他是现场去处理那个鳗鱼，是白烧的，然后他把那个鳗鱼烤到非常的脆，那个也好好吃。这个如果用很脆，应该也很赞。它的配菜其实也很酷哎，黑豆，然后跟这个是有点日式的宴会料理会出现的小菜，而且蛮好吃的。交替吃，好幸福哦。这支片会不会变太长？不会啦，偶尔就是很多人都会留言说想看吃的片段，跟我谁凉的。有些人有请我画多啊，可是我画就是这个蒲烧的酱，来吃看这个蒲烧。哎呦，
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？哇，白烧是鲜甜，肉质绵密。蒲烧是刷酱烤嘛，有点带苦甜，酱味又更重。它把那个油脂感提炼的刚刚好。我两个都蛮喜欢的，有点意外。我本来以为我会比较喜欢白烧。它的鳗鱼很新鲜，所以油脂才会这么香甜。给你看一下这个，而且我觉得以这个口感来说，这个价位蛮划算的哦，因为鳗鱼其实蛮高价位的。我先边吃边分享一下八千草卤，我觉得厚豆皮要买，然后鹅肉要买。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很怕咬不烂的那种鹅肉啊，我觉得你可以买他们家的，因为我觉得咬得烂，可是它的油脂香、那个皮的香味都还在，然后甜味我自己蛮喜欢的。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私心还蛮推的是它的鹅血，味道比较像三杯，跟它其他的调味其实蛮不一样的，配饭配啤酒，哇，一定超级搭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卤鹅仔也蛮好吃的，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酸菜，是有酸菜的咸味香气，可是又不会死咸，搭配起来它的酱料我觉得是刚刚好。是我一定会去买，如果我住在附近，然后晚上要看球赛，我朋友要来，或者晚上想要就是看人家等戏，我一定会买它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川珍，它虽然不是在市东市场里面，但真的离很近，然后也是我存很久的，我觉得蛮值得吃吃看的。鳗鱼厚度够，口感松软绵，品质跟它的烤的手法都没败。你就评论有些人说我吃到吃，只是我没有吃到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斟酌一下评论。但我私心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如果我想吃鳗鱼，或是我周边有人喜欢吃鳗鱼，我会推荐它。今天逛完市东市场啊，我其实蛮喜欢的，不愧是台北市最早期被号称是最干净的市场，因为现在其实也很多新的市场，你走进去逛，它的种类真的很多，然后味道也不会很重，我觉得蛮神奇。尤其是它2楼中间是衣服区，两边是食物区，可是中间的衣服区还有点香香的味道，我觉得这点蛮神奇的。然后我觉得好吃的食物真的很多，虽然有些人觉得它价位偏高，可是我实际去吃。其实我觉得要品质好的猪肉，跟你要把东西细节做到好，你的材料可能本身就要用的比较好，所以价格稍微高一点，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。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逛逛看，而且它每一间店啊都是用那个环保餐具，我觉得我下次还会想要再去一次，因为其实我还存了很多店家没有吃到。我这次有点失策，是我找太多正餐的店了。然后我今天喜欢米粉汤，我也喜欢二姐的店，二姐的店我很喜欢她那个早餐，那个早餐真的蛮好吃的。在我心目中，它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台北有没有推荐的市场，我会推荐这一间。大家如果有其他推荐的话，也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市东市场我们下次见了，我会再去的。二姐厉害，这是我的第6碗面，想说全部都吃一轮，感受一下。加油！呵。